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集我们要来谈土壤的定义，还有它的材料为什么是非均质和非等向性。首先，在地球科学告诉我们呢，地球的表面有一个叫做地壳的东西，那它非常的薄，用苹果的比喻就是像苹果的皮一样薄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建筑在这个地壳的上面嘛。那这个地壳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，在工程地质学会告诉我们，其实土壤和母岩是两种不同的材料。那母岩其实就是土壤的源头啦。那所以土壤在土壤力学里面的定义，对，要特别强调土壤力学，是因为不同的学科它有对土壤不同的定义。像农业的话呢，他们的土壤学就不是着重在力学的部分，但是他们有自己一套对土壤的定义。那土壤力学的对土壤定义当然是主要着重在于有关力学的部分嘛，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定义，就是母岩经过风化作用后产生的碎屑就叫土壤。那这个土壤里面含有很多种东西嘛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它在力学上是一个非均质和非等向性的材料。这个观念会一直影响到我们整个土壤力学的学科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解释什么叫做非均质，什么叫做非等向。今天如果给你一块材料，那你有本事把它切到无限小块的话，那其实每一个小块我们都称作叫做材料点。那关于材料点的定义，各位可以去看我其他的节目有讲到。那如果你任意两块拿出来呢，给它同样的力量，那它的变形量都是一模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就称作这个材料是均质的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单一一个材料点。那这个材料点拿出来以后，它有6个面，也就是说你有3组不同施加它方向的一个力量的方式。用坐标轴来说，就是 X 轴、Y 轴和 Z 轴啦。那如果在各个不同所产生出来的变形都是一样的话，我们就称作这个材料具有等向性。那你一定会问说，老师，什么材料它可以称作又均质又等向呢？其实最经典的材料就是金属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说，金属在非常微观的情况下呢，你去观察它里面的纹路，其实都是几乎一样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可以假定每个材料点里面的微观结构都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它当然就是一个均质和等向的材料。接下来你一定会问说，老师呢，土壤是什么样的材料呢？答案就是它是一个非均质又非等向的材料。因为你可以想见，你随意从这个土壤里面取2块出来，它用显微镜看，它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土壤微观结构的问题。那在研究所里面呢，它就把这个结构分成6种大类型，分别是大小、排列、级配、形状、混合和成分。在这6个角度来看，这个任意2个材料点，它们都会有不同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土壤作为一个非均质又非等向的材料呢，它在微观结构上面可以追溯到非常多种的原因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给你一个土壤材料，你随便拿2块出来比较，它会不一样；而你随便拿1块出来，从不同的方向施加力量，它的变形也不一样。那你一定会说，哇，老师，那这个不是很麻烦吗？在数学上，我不就很难像虎克定律那么简单的形式去描述它？所以这边我的回应就是，你说的没有错。所以这就是土壤力学正在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如何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数学去描述这么样一个具有非均质、非等向、具有非常复杂、非线性材料行为的这样一个土壤。那这边要讲的是，因为我们是想要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数学描述嘛，所以必然会有一些简化的部分。那以至于说呢，在大地工程这一门学科里面，我们所有的方程式都是一个近似化的结果，所以它导出来的结论往往不是非常的精确。讲句白的，就是没有真不真假，只有合不合理啊。这点我们一定要先放在心里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拜拜。